女人下夜班回家路上，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污水井没了井盖，危险即将发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女人楚红杏的手机铃声响了。楚红杏放慢了电动车的速度，一只手扶着车把，另一只手伸到挎包里边，掏出手机接电话。电话是丈夫曹贵打过来的。红杏，你下班了吧？我马上过来接你。刚才你干嘛呢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不用你了，我自己能回家。楚红杏之所以这么生气，是因为平时每次下夜班，丈夫曹贵都会到单位来接她。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下了班别人都走了，曹贵却不见人影。楚红杏给丈夫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曹贵的手机始终是没人接听，于是她才独自骑着电动车回家。气哼哼挂断了丈夫的电话，楚红杏又把电车提高了速度。现在距离那个没有井盖的污水井已经不到30米了。楚红杏心想，哼，今天我刚好可以借题发挥，干脆就跟曹贵离婚得了。只要我恢复了单身，相信满仓就能够痛快答应我了，跟我结婚。这满仓是谁呀？是楚红杏单位的经理，一把手王满仓，跟楚红杏相好很长时间了。虽然除了楚红杏之外，这王满仓还有不少的情人，但是王满仓说了，红杏，跟别人那都是逢场作戏，我只有对你才是真心的，也就是你有老公吧，要不然我一定会娶你的。说的楚红杏心里头美滋滋的。想到这儿，楚红杏脸上露出了一丝甜甜的微笑，可嘴角刚咧开，突然身体向下一沉，咔嚓一声，电车前轮就掉进了污水井。随着惯性，楚红杏整个人被甩向前方，落地之后又滑行了将近2米远，脸上、胳膊上和腿上全是血，胳膊肘和膝盖的骨头都露出来了，当时就人事不省。偏巧这时候后面有一辆超载的大货车，趁着夜色正在赶路，速度飞快，眼瞅着距离路面上趴着的楚红杏越来越近。货车司机因为疲劳驾驶，又是后半夜了，忽然一阵困意袭来，他险些睡着了。不过这位司机经验丰富，刚一瞌睡，马上就是一激灵，哎呀，千万可别睡呀，睡着了等于是不要命了。便这么想着，司机抬起手照着自己的脸上啪啪啪就是3个耳刮子，顿时精神了不少，暂时没有了睡意。就在货车司机扇自己脸的同时，他也就完全没有注意到路上趴着一个大活人，车轮压着楚红杏的长头发，橡胶轮胎紧贴着楚红杏的头皮，呼啸而过。楚红杏呢，毫无知觉，仍然是昏迷状态。楚红杏的丈夫曹贵今天明知道妻子楚红杏上夜班，自己是雷打不动，必须到楚红杏的单位去接媳妇。以前从来没有耽误过一次，今天当然也不能例外。可是下午下了班，正要回家做晚饭吃的时候，被一个老熟人给拉住了，说是有非常要紧的事情，要请曹贵帮忙出出主意。因为以前大家都挺熟的，虽然多年没怎么来往过，可碍于情面，曹贵就答应了。跟这个熟人进了一家小饭馆吃晚饭。曹贵不想喝酒，可这人偏偏使劲劝，没办法，曹贵就稍微喝了那么几小杯。后来这个熟人东拉西扯的，具体说了些什么，曹贵全不记得了，就只觉得脑袋晕晕乎乎的，犯困。回家之后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曹贵心里有事儿啊，半夜忽然惊醒，就觉得头像是要裂开一样，非常的疼。哎呀，红杏今天上夜班，我该去接她下班的呀，
糟糕糟糕！一看时间已经晚了，拿起手机再一看，好几个未接电话，曹贵这才马上打通了妻子的手机，结果被楚红杏臭骂了一顿，还没顾上解释呢，楚红杏就把电话挂断了。在家等一会儿吧。曹贵转念又一想，不行，大晚上的太不安全，我还是应该去迎一下红杏。曹贵骑着自己的电动车，顺着道路左侧比较慢的速度迎接妻子楚红杏。走出来3个路口，在路灯最昏暗的地段发现了倒地之后昏迷不醒的楚红杏。曹贵赶忙打通急救电话，将妻子送往医院。不幸之中算是万幸，楚红杏受伤的样子虽然吓人，好在只是皮外伤，内脏、骨头包括头部都没事。就这，曹贵也是十分的心疼，专门请了假，在家照顾妻子，无微不至。养了20多天，楚红杏的伤完全康复。在这20天里，楚红杏才意识到最爱她、最关心她的人只有丈夫曹贵。那个相好的王满仓，当听说楚红杏受伤请假的时候，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。楚红杏想好了，上班之后一定要跟王满仓断绝不正当的关系，重新做一个合格的妻子。商好之后第1天上班，楚红杏就向经理王满仓摊牌，经过这次摔伤，我想了很多，我看咱俩今后还是保持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为好。王满仓这么一听，红杏，前些天你不是还说想要离婚嫁给我呢吗？怎么忽然变了呢？说这话的时候，王满仓满脸的疑惑，另外还有一些担心的表情。楚红杏觉得有些奇怪，接下来王满仓继续表示说，咱俩不结婚倒是可以，不过也不能断了关系。2个人争了个脸红脖子粗，最后是不欢而散。没人的时候，楚红杏反复回忆今天王满仓说话的表情和动作，很反常也很不自然，于是脑子里画了好几个大问号。尤其是联想到前几天在家休息的时候，丈夫曹贵说的，出事那天那个多年没联系的老熟人突然找曹贵喝了一次酒。本来曹贵很有酒量的，可那天只喝了几小口就醉了，回家呼呼大睡，实在是蹊跷。另外，楚红杏知道这个老熟人一直以来跟王满仓来往密切。几天之后，楚红杏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，偷偷拿了王满仓的轿车行车记录，连接电脑这么一看，楚红杏大吃一惊，被吓了一身的冷汗。就在他下夜班，电车落进污水井，自己险些丧命的那天晚上，事故发生的半个小时之前，竟然是王满仓把车开到那个污水井旁边，用一个铁钩子把污水井盖拖拽进了路边的绿化带里边。不用问，这肯定是王满仓要害楚红杏啊。楚红杏这才明白，一定是他说要离婚，让王满仓也回家离婚，然后娶她。那一番话让王满仓感受到了压力，或者说反感，所以才动了杀心。不行，我得报案，把王满仓送进监狱。哎呀，恐怕证据不足吧？就算是证据充分，王满仓有权有势，我也斗不过他呀。思来想去，楚红杏最后决定辞职，来个惹不起躲得起。写好了辞职报告，正要交上去呢，单位来了一辆警车，经理王满仓因为重大经济问题被带走了，不久后便被判了个无期徒刑。单位调来了一位新经理，楚红杏暗自撕掉了辞职报告，长出了一口气，第一次轻轻松松回到家中。
这么多年都是曹贵做饭，今天楚红杏打算自己下一次厨，好好给曹贵做一顿饭。可一进门就傻眼了，丈夫曹贵脸色铁青，递过来一份离婚协议书。楚红杏，王满仓交代罪行的时候，把他的情妇们的名字已经全都说出来了。